杭景，有位金小姐来找你。哦，金小姐，方便给我一点时间吗？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一会儿还有课。我不会耽搁你太久的，只是有些事，我觉得你有必要知道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不知道，子正这段时间竟然遭遇了这么多事。他不想把难过的事情告诉你。之前他遭遇的种种，我不是很清楚。但是我在关外的山上捡到他的时候，他已是遍体鳞伤，衣不遮体。不知道是饿了几天几夜，冻了几天几夜，整个人都奄奄一息，跟死人没有区别。他身上的伤，大面积的溃烂，医生都已经放弃了。可是他为了活下来，麻药都没用。他用刀子将自己的腐肉割了下来。就在他奄奄一息的时候，还一直喊着一个人的名字：杭景。我这次来，不是要绑架你的选择，只是想要告诉你，你是子正全部的信念。我希望，无论你对子正有什么样的想法，你都可以和他面对面说个清楚。我不希望他抱有遗憾。你来了。好怀念在风筝铺打工的日子。那个时候，你有空就会过来帮我。我负责砸骨架，你负责调色、画画。我们俩一起做的风筝，都卖得特别好。后来，你介绍我到报社去工作，你写稿，我拍照，我们针砭时弊，惩奸除恶，帮助弱小。我总以为我们是最有默契的搭档。有时候啊，我也在想，这天下会有那么巧合的事情吗？我拍了几个孤儿院的照片去投稿，而你恰好是那篇文章的主笔。后来，我把这归结为缘分。杭景，你还记得吗？我们曾经说过，要一起去北平，为祖国摇旗呐喊，为老百姓争取权益。我记得。小时候，突然有一天，我那个抽大烟的父亲躺在床上，再也没有睁开过眼。他败光了家里的最后一分钱。从那以后，我和我娘就过着所有人都可以任意践踏的生活。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就下定决心，我一定要出人头地，一定要改变这不公平的世界。我们一天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，就永远会被人任意践踏。子正，
在劳工营的时候，差点就死了。在那里，我见到很多像我一样命如草芥的人，那些看守杀死我们，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要知道，那是我有史以来第一次为自己做的决定而感到后悔。我不怕死，但我怕到死都没能见你最后一眼。对不起，子正，你在劳工营的遭遇，金小姐都已经告诉我了。我真的不知道你遭受过这些。把你调走是三哥的错，我替他向你道歉。你替他向我道歉？其实我今天来是想和你好。你不要说了，我不想听。不，我必须把话说清楚。其实当年我第一次来到北新城，面对完全陌生的世界，面对和以前完全不同的生活，我茫然无措。表面上很平静，其实心里异常忐忑。第一次遇见你，你就保护了我。后来，我们就成了最知心的朋友。和你在一起，我可以畅所欲言，可以不用理会那些教条和规矩。那段开心的、无忧无虑的日子，会永远铭记在我的记忆里。而你，我也把你当作永远的知己和朋友。但是现在，我是萧北辰的妻子，所以我们无论如何都回不到过去了。我说过，我现在有能力带你离开。我这次任务结束之后，我就带你远走高飞。我们可以去榆林，可以去任何地方，去他萧北辰找不到的地方。我不能和你走。为什么呀？这是为什么呀？因为我爱萧北辰。怎么可能？你以前明明最恨他。萧北辰逼你的，我找他。子正，没有人逼我，我刚刚说的都是心里话。我不信。是，我以前是讨厌萧北辰，他在我心里一直都是张扬跋扈、喜欢强人所难的大少爷。可是后来，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情，我才发现，原来是我从未了解过真正的他。真实的他，善良、柔软、有担当又重情义。他无微不至地照顾我，他用性命护我周全。我本来以为我对他可能只是一种依赖，可是当我以为我差一点就要失去他的时候，我才发现，原来他在我心里这么的重要。在我心里，他早就是值得我托付一生的人了。
杭青，我们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？我要走了，你多保重。子成，你冷静一点！你让我怎么冷静？凭什么？明明就是我先来的！你怎么就是不明白？而且是不分先来后到的。子正，我非常能理解你的感受。可你知道吗？我曾经也深爱过一个人。我以为我会和他生死不离，只手偕老。我也可以为了他放弃一切，甚至是离开我爹。可是他还是背叛了我。我一直问自己，我到底哪儿做的不够好？直到他死在了我爹的枪下，躺在了我的怀里，我还是不知道答案。对不起，若可欣，我刚才……我没事，这些都已经过去了。我只是想要告诉你，感情不会如我们所愿的。不，我只相信事在人为。